农历6月即娶妻。6月初3，我妈打电话让我参加发小的婚礼。可发小不是6年前就去世了吗？少给我放屁，人家活得好好的呢。我妈嗓门向来很大，这一声更是震耳欲聋。行了，6月初6别忘了回来，人家伴郎服都送来了，我也答应了。你要是敢让老娘出丑，别怪我300里加急呼你的脸。说完之后，老妈直接挂了电话。几个舍友纷纷围了过来，宿舍长老苏更是搂住我的脖子，开玩笑道：啥情况啊？咱妈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我妈嗓门大，但是手艺是1等1的好，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宿舍寄老多好吃的。有一次视频时候，几个舍友开玩笑说认我妈当干妈，我妈还真的乐呵呵的应了。要是平常，我还有心思和他们开玩笑，但这次我妈说的话着实太诡异了。我抹了一把额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渗出的汗，干涩的说道：我妈说我发小结婚了，要我回去当伴郎，那是好事啊。宿舍老二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，吃了咱妈好几年的东西，咱们刚好和你一起去，正好看看咱妈。几个舍友纷纷赞同，甚至都在讨论穿什么衣服，带什么东西了。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把那句话说了出来。可是我发小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死了呀。按照我妈的话，我和君子打娘胎的时候就认识。我妈怀孕时，天天和君子妈在一起织毛衣吹牛皮，生产的时间都是前后脚。这也就是同性，要是异性，高低也给我们弄个娃娃亲。可能真的有缘分这一说吧。我和君子从小就是一个班，等到开窍了，连喜欢的女生都是一个人。要是没有意外，我和君子可能还一起上大学，有更好的未来。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在我高1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等到好了之后，就参加了君子的葬礼。因为君子没成年，属于夭折，村里的祖坟进不去，只能在村外面找了个山沟沟埋起来。当年我亲眼看着那个小小的棺材放进那个坑里，变成一个土包。可现在我妈告诉我，君子不仅没死，还要结婚了。我和2个舍友坐着大巴晃晃悠悠地到了镇上的车站，因为出发的时间晚了，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来点了。老妈骂骂咧咧地开着3轮车过来接我，原本不情愿的脸，在见到我的舍友时候立刻多云转晴。哟，早说我2个蛋儿一起来的，我就让君子开车来接你了。一提到君子，我们3个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。老苏和眼镜在宿舍里还吆喝着要和我一起打破封建迷信，现在见到我妈，一个个就差把人模狗样顶在胸前了。4个人说说笑笑地回了村。村里安静无声，只有路边伫立着几个孤零零的气球彩带，这都是君子弄的，说是现在城里头都实行这个。眼镜看着随风飘动的白色长布，声音发颤：干妈，城里是流行这个，但是这白带子不是不吉利吗？这次我妈没有回答，生硬的变了话题：前面就到家了，小东的床大，到时候你们委屈一下，挤一挤哈。夏日晚上的风格外的凉，刚下了车就看到家门口有一个人影蹲着，还没等我问，我妈就颇为惊喜的开口了：君子来了。那人是君子。眼镜和老苏下车的动作一顿，然后默默地缩到了我身后，一言不发。来人迎着车灯站起来，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，他的手里拎着一个菜篮子，笑嘻嘻地将东西递给我妈：婶子，我妈听说小东回来了，特地让我送的饭嘞。说完这些，他极为自然地看向我：好几年没见，小东你咋一点没变啊？也还好。离得近了才发现，这个人和记忆里的小军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长开了，又黑瘦了许多。可当年我亲眼看着小军下葬的呀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后背出了一层冷汗。好在夜色晚了，小军也没有多聊，和我妈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。我妈一边招呼我们进屋，一边将菜篮子递给我，省得我开火了。晚上你们先凑合着吃点，等明天我再给你们露一手。诚如我妈所说，我的床比一般的双人床还要大，不仅是我的床，小军的床也是。我们2个从小就感情好，互相留宿也是常有的事。小军的爸爸是木工，干脆给我们2家各做了一张大床，现在3个人睡也不挤。老苏和眼镜放下东西，就迫不及待地凑到我身边，一脸神秘：老三，是不是你记错了呀？我看刚才那人有影子啊。这也是我奇怪的。我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，将手里的篮子放到桌上，等明天再说吧，先把饭吃了。本来就是能吃的年纪，3个人又都饿了一天，刚才回来的路上就听到眼镜肚子叫了好几声了。你们先吃，我去冲个澡。我交代了几句，刚走没几步，就听到2声异口同声的卧槽。老苏和眼镜拿着盖在菜篮子上的布，满脸惊恐。我心下一惊，快步走了过去。3碗土饭。所谓土饭，是我们这边上祭用的饭，半碗坟头土，半碗干白饭，混合在一起当祭饭。这土饭可以出现在供桌上，可以出现在坟头上，可无论如何不该出现在这君子亲手送来的篮子里，而且还是整好的3碗。老三，我错了，我刚才还想着是不是你记忆错乱了，现在看来这君子绝对有问题啊。老苏咽了咽口水，哆嗦着将布盖回篮子上，这要和咱妈说一声吗？我感觉说了也没用。眼镜声音颤抖，
带着哭腔：“你没看咱妈刚才和君子的热乎劲吗？要是君子早就死了，那咱妈肯定被鬼迷眼了呀。”眼镜胆子一向不大，这次要不是刚好赶上民俗毕业论文，他是打死也不可能来的。因为这临时的一出，我们几个人只能把包里带的饼干分吃了。吃完了东西还是要睡觉的。眼镜胆子小，睡在中间，老苏和我睡在两边。至于那篮子土饭，我给放在了最远的角落里。发生这样的事，原本以为很难睡着，没想到没多久就进入了梦乡。黝黑深暗的河水里，中间起起伏伏地沉着一个少年，周边许许多多的人在哭。我站在河边，想要挣扎，却一动不能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少年被水波推到我的身边，然后伸出泡得肿胀的手指，死死拉住我。他从水里抬起头，发白浮肿的脸上辨不出五官，但我却清楚地知道，这才是君子。他张开口，声音如水，从四面八方挤过来：“小东，玉佩呢？玉佩？什么玉佩？”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喉咙像被什么掐住一样，说不出话。他越发急了：“快把玉佩给我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”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，直到水塘中间咕咚咕咚冒出水泡，他才受惊一样松开手，猛地向水泡的位置扑过去，边扑还不忘回头喊着：“一定要快点，把玉佩给我，一定要快点啊！”可是我不知道什么玉佩啊。第二天，我将昨晚上做的梦和几个人说了。眼镜一边咕噜噜漱口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：“如果那个才是真君子，那玉佩肯定是很重要的线索，你可得好好想想。”我就是想破天也想不出来。我苦笑出声。我们村说难听点就是穷乡僻壤，也就是这2年发展好些，才有了点闲钱。放在6年前，也就是刚刚能吃饱饭的时候，哪有钱买什么玉佩不玉佩的？更何况当年君子走了之后，我妈说我病得挺严重的，就把我送城里姑姑那里了。算起来，我也5、6年没回来过了。就算有，也肯定丢了。要不问问咱妈？问我啥？说老妈。老妈道。老苏眼睛一转，笑嘻嘻接话：“东子说他之前有个玉佩，刚才和我们吹牛，那玉佩老好看了，就是不知道放哪里了。”普普通通一句话，我妈脸色却猛地苍白，脸上的笑也僵硬了几分。啥玉佩呀？少听东子胡扯，抓紧过来吃早饭，等吃完了，你们把君子昨夜送的菜篮子还回去。看着老妈的样子，我也有点怀疑了，难道我真有这么一块玉佩？可要是有，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3个人对视一眼，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吃完了早饭，我拎着篮子，带着2个人朝着君子的家过去。一路上遇到不少人，几乎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朵白花。见到我们，一个个脸上都挂着诡异的笑。听到我说去君子家，更是一边带路，一边和我说着君子这些年的不易。按照他们的话说，君子在我去姑姑家那几年也生了病，后来不仅没考上大学，身子还虚得不行，在家养了几年之后才好些。君子爸妈听了算命先生的话，君子一好，就匆匆忙忙给订婚娶亲，唯恐哪天君子身子坏了，连个后也留不了。我原本还想是探问君子当年的事，但听着那么多人众口一词，居然有点怀疑自己了。难道当年是我记错了？说话间就到了君子家门口，漫天飞舞的白布，昨天夜里见到的青年一身红袍，黝黑的脸上被涂上鲜艳的腮红，看起来和纸扎店的童男一样。这也是先生吩咐的，说是要以白带红，欺瞒阎王偷寿呢。身边不知道是谁轻叹着说道：“真是造孽哦！以白带红，那不就是所谓的办白事？这新娘能同意？”老苏嘴快，先我一步问出了话：“不同意能咋的？那女方家里穷的就剩4面墙了，听说只要结婚了就能吃饱饭，当天就定下来了。现在还有吃不饱饭的。”老苏咂舌，我看着君子走过来，扯了一下他的衣角，让他别说话了。东子，你来了。他的声音带着说不出的疲惫和沙哑，让我想到了昨天梦里的那个小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梦里那个才是真正的小军。他见我不说话，扯了扯嘴角，接过我手中的篮子后，指着白布重重的房子微微一笑：“先进去吧，爹娘在家等你好久了。”空洞洞的房门大开，像是张着大嘴的猛兽在等待着。身后帮忙的人推搡着将我带了进去，一错眼，2个兄弟就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了。君子爸妈在院子里和做饭的师傅说着话，见到我来了，也是一脸喜色，一边夸赞着我，一边让我去看看婚房，看看喜不喜欢啊。这话说的古怪，君子的婚房我喜不喜欢有什么意思？我想拉着君子一起进去，可君子妈一把拉住君子，将他推出去帮忙，然后冲我嘿嘿笑着：“你和君子从小就好的和一个人一样，你要是喜欢，他肯定也喜欢。”我推脱不过，只能进了屋，透过窗才发现院子里君子妈还保持着刚才的动作，目光一直追随着我。她的脸上挂着喜色，可那眼神古怪至极，看着让人不由得打着冷战。这个家，这个村子，每个人好像都藏着什么秘密一样。婚房里就我一个人，站了一会儿，看着君子爹妈出了大门，就紧跟着出来。老苏捧着一碗炸得金黄的吃食，正围在掌勺师傅面前吃得不亦乐乎。眼镜更是拿着录音笔，到处找人采访民风民俗，随时准备给自己的毕业论文添砖加瓦。不大的院子，
3、5个人聚在一起，神神秘秘地说着话，只是一见到我就纷纷四散过去。自从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，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嫌弃，心里憋着气，我对着主人家随便打了个招呼就回了家。一直到了半下午，老苏和眼镜才跟着老妈从外面回来，3个人都是一副累到不行的样子。老苏将手里的饭篮子递给我，一脸疲惫。早知道就和你一起回来了。你不知道，你那个朋友家是真古怪，订了个纸人和棺材，说是要做戏做到底。我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把棺材停好。眼镜在一边跟着点头。我站在桌边，盯着篮子里面的饭，久久没有说话。看出我的异常，老苏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，猛地探头看过来。卧槽，又是3碗土饭。不是，兄弟，这饭是我亲手装好放进去的。眼镜也看到了，怎么一下子又变成这玩意了？我只觉得喉咙一阵阵发紧，好像有什么掐住我的脖子一样。眼镜倒是想起来什么一样，掏出录音笔翻找着什么。这不是祭祀的土饭。眼镜语速很快，拿着笔的手有些颤抖。今天那个大叔告诉我，3碗饭是棺材停灵时候给早夭亡者的败家饭，1天3碗，一连3天。3天之后起棺下葬，将这祭饭盖在坟头上，让亡者找不到归家的路。老苏也急了，可东子既不是早夭，也不是什么那个什么者呀。他看向我，眼圈不知道什么时候红了。东子，不行，咱们跑吧，这事太古怪了。我没有接话。我们宿舍几个人感情都很好，虽然口上老是儿子义父的叫着，但一旦有事，那是真恨不得两肋插刀的。将布盖回篮子上，我的情绪已经平稳下来了。这是很明显是冲着我来的了。我要是走了，留老妈一个人在这不放心，所以我必须留下，但我也不能拖累兄弟们。我抿了抿嘴，心底有了想法。明天早上你们早起一会儿，我让老妈送你们去车站。6月初6就是君子的婚礼。原本想着抽空让我妈先送几个人走，没想到这2个人看出来我的打算，愣是早早跑去帮忙了，还是哪里人多往哪里窜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也不好意思赶他们走，只能在宿舍群里发了个消息，让他们注意安全。很快，我也没有空关注他们了，因为我也遇上了一个大问题。你是说让我躺在棺材里去女方家迎亲？我看着君子妈，不敢置信地脱口而出。哎呦，东子，这不是以白带红吗？要是真的八抬大轿去了女方家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村里一个长辈站出来劝我，君子和你关系这么好，你还能忍心看着他连个后都留不下来？这不是忍不忍心的。我求助地看向我妈，现在的情况已经够诡异的了，谁知道躺棺材里之后，我还能不能活着出来？我妈向来是自诩迷信封建的头子，别说是躺棺材，就连平时看到这东西，她都得拿着柚子皮泡的水给我洗洗眼睛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我妈居然同意了。即使她脸色很难看，可是她还是点了头。妈，我有些愕然，还想拒绝的时候，君子妈忽然当众跪了下来。她也不说话，只一下下磕着头。很快，她的额角流下嫣红的血，周围人一拥而上去拉。君子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，不动声色地把我往门口的方向推。快跑！他无声地张了张嘴。我心下一动，来不及多想，就被他一拳打在嘴角。我让你欺负我妈！突如其来的一拳，让我不由自主地后退2步。他还不罢休，又撵上来要打我。我捂着嘴角，转身就跑。眼看着就要跑出堂屋，我妈忽然出现，堵在门口。小东，进棺材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角带着些许的红，声音冷厉，快点进去，这是你欠小军的。这句话一出，整个屋子猛地安静下来。最后打破沉默的还是之前那个长辈，他从兜里摸出烟，连续点了2次才点燃。烟雾朦胧中，他眼神定定地看着满头血的君子妈，开了口：进去吧，东子。过了今天，三叔保你无事。我不想进去，可是不得不进去。身上所有的通信工具都被收走，就连我舍友都被我妈和君子灌醉拉回家了。我被锁在堂屋，只能隔着玻璃看着院子里。院子里的人好像都知道这件事，时不时有几个人对着我指指点点说些什么。我想喊，可我妈就守在门口，不断地重复着那句话：这是欠小军的，你得还呀。一整天我水米未进，直到晚上9点，门才被打开。我妈亲手打开棺材盖，让我躺了进去。而院子里还有一个空棺材。东子，等会就要盖棺，但是你别怕，盖子上透了好几个眼，不会耽误你呼吸的。一个有点眼熟的小伙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安慰道。我勉强挤出来一个笑，没有说话。坦白说，躺进去的感觉还挺舒服。棺材里外都垫了厚厚的垫子，摸上去有点像绒一类的东西，只是做的刚刚好，躺进去之后连身都翻不了。三叔和几个长辈轮流来说了几句话，无非就是一路上不能喊叫，觉得不舒服就敲棺材，到了女方家里要注意的事项。除了出行时间和方式有些诡异，别的和正常婚礼流程大差不差。这个时候我反而不怕了。我点头，一一记下。棺材留了一个小缝充当通气孔，等到正式出发时，这个通气孔也会合上。
估摸着又过了几个小时，三叔过来和我说几句话后，这唯一的光亮也合上了。合上之后，耳边安静的厉害，隐隐能听到周围人的声音，只是那声音也远得厉害。随着一声微弱的起叫，棺材被抬起来了。路有些不太好走，带着棺材也晃悠悠的，一种淡淡的香味不知道从哪里漫出来，闻着让人发困。昏昏沉沉中，我好像又看到那片池塘。池塘的中间，一个小小的身影蹲在岸边，怯怯地哭着，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音。他惊恐地看向身后的河面，又猛地向我扑来。小东，你把玉佩带来了吗？我没有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的声音也变得稚嫩无比。他脸色猛地苍白，手抓着我的衣服又松开，带着哭腔：你怎么还没带来呀？你忘了你答应我的事了吗？我想说没有，但是脑袋隐隐作痛，好像在提示我什么。原本平静的池塘从中间晕出涟漪，随着涟漪的扩大，整个湖面都开始剧烈抖动起来。小军浑身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水汽将他整个包围，沿着他揪住我的位置，带着我也控制不住的站立。冷，太冷了。小军，我冷。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。小军一愣，像是回过神一样，猛地松开手，将我往外面推。快走，快走，他要来了。下一刻，小军像是被无形的手扯着一样，重重地砸到池塘中间。快走！他的声音尖利得不像人声，将我猛地震醒。不知道是棺材里太闷，还是被那个诡异的梦吓的，我浑身出了一身汗，黏腻得不行。我抬手抹去脸上的汗，正想敲敲棺材，让他们开个盖让我缓缓。这一敲就发现了不对，棺材里面被绒布包着，根本敲不出声音。与此同时，我感觉棺材被重重放下，然后一阵窸窸窣窣之后，有什么东西被扔到了棺材上。按照三叔公说的，等两具棺材都到了女方家里后，新娘会坐在我这具棺材上，而空棺材则在回城的路上，埋在山上早就挖好的坑里。可现在听这动静，怎么是我被埋了？顾不得其他，我一边用力捶着棺材，一边大喊。不知道喊了多少声，除了震得自己头晕，那种盖土的动静没有被影响半分。难道自己真的要被活埋在这里？我不甘心地用力踢了一脚棺材盖，这一脚同样是沉闷的一声，可盖子上却洒下来不少的粉末。那些粉末带着异香，劈头盖脸地洒在我脑袋上。这粉末有问题，我想屏住呼吸，意识却再次模糊起来。小军，你看我发现了什么？一个玉佩。哎，真的。可我娘说了，这边以前是乱葬岗，东西不干净，让我们别拿这边的东西。你那是封建迷信。可是我娘说，哎呀，不要可是啦，古代大侠腰间都要挂玉佩的，你难道不想当大侠？对面人影踌躇了一下，最后还是重重地点了点脑袋。我想就行了，等我把玉佩洗干净，先给你玩。这是小时候的我和小军。我愣愣地看着虚影，眼神愕然。我还真捡过玉佩。面前的虚影还在继续，他拿着玉佩，欢喜地往池塘走去，然后蹲下身，用水冲洗着玉佩。在他的前面，水池中间缓缓伸出一只黑色的爪子。我心跳得厉害，不知道为什么胸口和脑袋都在疼。岸边的我似乎没发现异常，直到爪子伸到面前，小人才尖叫出声。就在爪子要将小人拖走的瞬间，小军的虚影动了，他几乎没有犹豫地将小人推到身后，而自己却被爪子用力地拖了下去。他扑腾着水面，溅起无数水花。小东，去叫人，快去叫大人！岸边我的虚影似乎是吓傻了，直到池塘水面平静下来，才猛地站起来，哭嚎着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后山。我呆呆地看着这一切，终于明白过来，这是那段我丢失的记忆，是我害死了小军。记忆继续播放着，我看着自己被我妈抱在怀里，看着小军的爸妈从河里打捞出来那个小小的身影，看着我发高烧，整夜的梦到被爪子欺辱的小小身影，看着我妈面色惊惧地将那个玉佩藏起来，看着君子妈疯疯癫癫地抱着刀要砍死我，看着我被城里来的姑姑带走，看着我大病一场后彻底遗忘这段记忆。怪不得我妈说我欠君子的，是我害死了小军。那这一切就是小军的报复吗？我闭上眼，等待即将降临的死亡。卧槽，哥们，你还活着吗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人用力地拽起来。眼镜，我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，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。我觉得这种时刻，你该叫我俩一声爹。老苏拖着我的肩膀，将我用力从棺材里抱了出来。浓浓的酒气熏得我差点吐出来。山里的夜风大，出了一身汗，被这冷风一击，刺骨的寒意让我清醒过来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？我靠着大树咳嗽了几声，才把问题问出来。眼镜和老苏对视一眼，脸上带了几分得意之色。爹的智慧，你望尘莫及。滚蛋！这种时候还想着占便宜，也就这两个人干得出来了。说来也奇怪，刚才在棺材里的时候，我还想着以命偿命，可现在被冷风一吹，那种念头又淡了许多。眼镜将一块圆乎乎的东西塞到我手里，冰凉的触感和梦中如出一辙，是那块玉佩。边走边说，两个人捡起来刚才挖土用的锄头和铁锨，带着我往回走。
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了，什么以白带红，我一个研究民俗的大学生都没听过。眼镜用铁锨当拐棍，边走边说，前2天我和老苏不是探了你们村里人口风吗？据我们2个观察，那些人一个个思路清晰，脑子活得不得了，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幻化出来的。既然不是什么灵异事，那肯定就是人为了。而人做事肯定会有缘由的。我们怀疑就是你发小家有问题，可你们村子里人嘴太紧了，什么都不说。不说就算了，你今天消失了1天，那群人还拉着我们灌酒，这不是明晃晃着有问题。但在人家地头上，干妈也在，我们不好翻脸，干脆就借机装醉，回你家找玉佩了。结果就发现了你妈的日记。说到这，眼镜停了一下，含糊了几句，继续说，你那个发小是真的没了。现在的君子是你发小他爸收养的，你发小没了之后，他妈就疯了，天天喊着要杀了报仇。为了安抚他，村里人出面将一个孤儿认给了他当儿子。有了这个孩子之后，他妈才算是稳定了点。结果今年年初又查出来那孩子生了几个麻烦病，你发小他妈才找了大师测算，然后弄了这一出子。这些刚才在梦里我基本都知道了。眼镜继续说，可我们还是觉得不对劲，这种仪式哪有大师不在场的？给你打电话又打不通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就偷偷跟在人群后面，没想到你还真是差点被埋。说到这，几个人都有些后怕。眼镜一开始以为只是走个形式，等了10几分钟没有人来，才喊老苏回家偷偷拿了点工具把我挖出来。后山离村里不是很远，走了10来分钟，就看到村子里的亮光，整个村子的人好像都挤在了发小家。我妈拿着斧头，身边是劈开的空棺材，君子和新娘被发小他妈护在身后。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呢？我妈模样疯癫地冲着发小他妈喊着，你不是说只要娶了媳妇就放过我儿子吗？他人呢？发小他妈穿着白色长裙，脸上带着笑，没有丝毫惧怕。你儿子现在应该都断气了吧？你现在知道痛苦了？我儿子没了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痛苦，我忍了快10年的痛，也该换你尝尝这滋味了。丽华，三叔公被人扶着到发小他妈面前，你儿子不是在你身后吗？你又发什么疯？他不是我儿子。丽华嘶吼回去，我儿子没了，没了，被小东害死了。你还记得？我妈愣愣地看着他。我当然记得。丽华恨恨地看着周围人，我儿子被那个贱种害死了，可你们呢？都劝我放下，不让那个小贱种偿命就算了，还带出来一个野种骗我说他是我的小东，难道我认不出自己孩子吗？说到贱种的时候，眼镜和老苏下意识看向我，显然我妈的日记中写了这件事的原委。我没办法用自己当年还是个孩子来宽恕自己，只能苦笑着握紧手里的玉佩。亲手害死自己孩子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丽华姨蹲在我妈面前，丝毫不担心那把斧头会落到她身上。你说你儿子死之前会不会恨你，恨你把他骗回来，让他自己进棺材啊？听到这的时候，我妈脸色清白的不像活人。你真是疯了！三叔公喃喃地念着，杀人是要坐牢的，那是你们杀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们把人埋了的呀！丽华姨又开始笑，她的裙摆转开，像是一只蝴蝶，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颤了颤。你们都是杀人凶手，没有人会是杀人凶手。我从人群中挤到最前面，跪在丽华姨面前。姨，我都想起来了，是我害死了小军，对不起。你没死。丽华姨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你怎么能没死？她的视线落到沾满泥泞的2个兄弟面前，咬牙，是你们救了他。不等众人反应，他猛地夺过我妈手里的斧头，向我劈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穿着寿衣的男子挡在我面前，斧头险险停下，是那个被收养的君子。妈，他说了今晚的第一句话，却让丽华姨整个人都好像站不住一样。不许叫我妈！丽华姨的声音又哭又笑，你不是我的儿子，可你就是我妈。君子又往前2步，顶着斧头，从你和爸收养的时候开始，你就是我亲妈。他的声音也哑了，因为你是我妈，所以你之前想要对付东子，我都闭嘴不说。因为你是我妈，所以我配合你去谋害东子。因为你是我妈，所以我不怕你说我是野种。可是妈，咱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东子和弟弟是最好的朋友啊，当年那是场意外，我们还要向前看啊。他缓缓跪下，泪流满面，妈，求你了，放下吧。我怎么放下？丽华姨说着，手里的斧头却握不住一样，掉落在地。她瘫坐在地上，毫无形象地哭嚎起来。我妈也将我死死抱在怀里，一声不吭地陪我跪着。院子里的人一直没动，不知道是震惊还是如何。直到天色渐明，丽华姨哭晕了过去。君子让新媳妇将人搀进屋，自己则将人一一送出门。直到只剩下我的时候，他才摸了摸兜，递给我一支烟，聊聊。说是聊天，其实主要还是听他倾诉。他被领养来的时候，也是10来岁的时候。对于这家的事，周围人也都没有瞒着他，他也知道自己被收养的原因，所以拼了命地讨好丽华姨。小军的事之后，村子里人怕丽华姨将我砍死，趁着丽华姨神志恍惚的时候骗了他。这么多年，村子里一直死死摁住当年的真相。
不仅是为了村子的安定，也是为了我这个所谓的大学生前程。可谁也不知道，丽华姨都是装的。她一直在等待时机，将我诓骗回来，让我给她的儿子陪葬。除了这个君子，当年君子是为了你死的，现在我妈杀了你一次，这个事就算两清了，成吗？他看着我，眼神澄清，你们外面的人都喜欢报警，走法律这一说。你要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就抓我吧，不怪你们。我看着远方，摇了摇头，这事本来就是因为我而起，就算我真的死在那口棺材里，也是弥补我当年的错。君子笑了笑，将烟头丢在地上，用脚碾灭，别的话我就不说了，你们还要上学，早点回去吧。因为这一出事，我妈也巴不得我早点走。虽说丽华姨已经愿意原谅我，可我妈不敢赌。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她郑重地对我说，然后我们3个衣服都没换，天一亮就被送到了车站。大巴摇晃中，我靠在车窗上，昏昏沉沉间，又看到那片池塘。我将玉佩递给等待的少年，说出了那句迟到很久的话，对不起，小军。对不起，因为我让你早早离开这个世界。对不起，因为我让你的灵魂被折磨这么多年。少年笑了，冲我摆了摆手，将玉佩丢到湖中间的爪子上。爪子沉下去的同时，少年笑得很得意。现在我像不像大侠的模样？你就是大侠。